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白鹿孟子义躺平撕名牌，黑红体制的综艺生存战，撕不过就躺下。当白鹿和孟子义在奔跑吧撕名牌环节双双躺倒在的这场看似滑稽的战斗背后，藏着娱乐圈黑红体制明星的生存智慧。两位女星截然不同的综艺表现，恰好演绎了当下艺人如何在争议与流量间寻找平衡点的现实图景。两种风格，一种效果。白鹿和孟子义在奔跑吧中的表现堪称两个极端。白鹿以女汉子形象深入人心，放得开，玩得起，连摔倒都能摔出表情包。孟子义则延续笨蛋美人路线，常常状况外却自带笑点。这次撕名牌环节，两人从激烈互撕到同时躺平，弹幕瞬间被太真实了刷屏。数据显示，该期节目播出后，白鹿孟子义撕不过就躺下话题阅读量迅速突破2亿，两位艺人的微博互动量均增长300%以上。这种看似消极的躺平策略，反而成为节目最大亮点。制作组工作人员透露，这种自然流露的综艺感最难设计，却是观众最爱看的真实瞬间。黑红体制的流量密码，孟子义堪称黑红体制的典型代表。从1年级的擅自改装争议，到桃花坞的情商低评价，他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因不当言行登上热搜。但奇妙的是，骂声越多，他的综艺邀约反而越频繁。业内资深策划李文分析，黑红艺人的价值在于能制造话题裂变。一个孟子义能同时带动讨厌他和觉得他真实两波观众讨论，平台最需要这种自带争议体质的艺人。据统计，孟子义参与录制的综艺平均每期能产生5.7个热搜词条，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真实感的精妙把控。相比之下，白鹿走的是真实不做作路线。他在综艺中大口吃饭，不顾形象大笑的表现，恰好迎合了观众对去滤镜化明星的期待。奔跑吧导演组透露，白鹿的综艺感在于他完全忘记镜头存在，这种状态是演不出来的。心理学研究显示，观众对艺人真实表现的容忍度存在双重标准。对好感度高的艺人，出糗事可爱；对争议艺人，同样行为可能被解读为做作。白鹿的成功在于率先建立了真实人设，而孟子义则巧妙地将招黑体制转化为记忆点。两人殊途同归，最终都在综艺市场站稳脚跟。争议与流量的平衡术，在注意力经济时代，艺人们面临一个残酷等式：没有讨论度等于没有商业价值。某经纪公司总监坦言，我们宁愿艺人被骂上热搜，也不要无声无息。这种生态下，白鹿的真性情与孟子义的黑红路线都成为可行的生存策略，但风险同样明显。过度营销真实人设易引发反噬，参考某男星老干部形象崩塌案例，而依赖黑红路线则可能陷入越骂越红的恶性循环。两位女星的可贵之处在于，都能在争议中保持作品输出。白鹿持续贡献优质影视剧，孟子义则在《说英雄谁是英雄》等作品中证明演技。当综艺成为艺人必争之地，究竟是做滴水不漏的完美偶像，还是当有瑕疵的真实人类？白鹿和孟子义用截然不同的方式给出了相同答案。与其费力维持人设，不如学会与不完美和解。毕竟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能被人记住，哪怕是因为争议，或许已经是一种胜利。2. 新剧《临江仙》热度爆棚，白鹿演技遭观众吐槽，仙侠剧成效比难堪。的电视剧多得我眼花缭乱，看到头都大。每年都说要整点新鲜玩意儿，结果每年都像被古装剧绑架了一样，出不来了。折腰刚刚收摊，临江仙就赶来抢风头，
一上马热度直接爆表到9000。原本觉得这下能痛快看个爽，可结果一看，观众们纷纷被啪啪打脸，真是不幸啊！我忍不住要问，这到底是21世纪的什么古董啊，活得比我奶奶还长？观众们都觉得这是个小品吗？才放了2天，评论里就开始炸锅了。开头那棵树是假的，山也是浑水摸鱼的假货，白鹿掉下山谷时，他一整个人和背景就像穿越去了外星。这事儿好理解，毕竟那些古装剧，尤其是仙侠片，全靠绿幕撑着的，场景细节啥的，就别指望能看得清楚了。除了场景搭得相当糟糕，演员的演技真的是稀烂，特别是主角白鹿，明明拍了那么多剧，但看起来就像个新手，只会把整部剧拉低水准。整个过程都在咧嘴笑，台词挤得让人听不懂。在前一部《北上》中，她也是女主角，当时的表现跟老戏骨们对比，简直差了几个档次，讲话口水飞溅，再也不清晰，还完全不懂得管理表情，各种眉来眼去的瞬间，随便截屏都能变成表情包。说到底，她在剧里演的是个有点男人味的姑娘，这种大大咧咧的性格，至少和角色设定搭得上条，虽然看上去有点过火。我本以为这出仙侠剧能把她的演技搞好点，结果没想到白鹿还是那一套夸张的表演方式，观众直呼看不下去了，评论区里全是对她演技的吐槽声。剧里白鹿一出场就当个小神仙，在宗门混了11年，结果功力跟个刚入门的差不多。这明显就是一部标准的神仙打架剧啊！从个小菜鸟变成了大高手，这开场就让人觉得土得掉渣。刚开始，他为了找草药，孤身爬上了悬崖，路上危险的要命。他眯着眼睛，眉毛一翘一皱，整个就像是在演紧张大片。再瞧他的嘴巴，竟然紧得跟墙一样，还忙着挤出一个笑容呢。这状态就像想丢掉个臭袜子，但又舍不得，真是别扭的让人想笑，不如咧嘴一笑，痛快点儿。白鹿在剧里那副表情，就像是个煮熟的龙虾，眯着眼睛露出牙齿，瞅着曾舜晞的时候，让我心里一紧，总觉得曾舜晞快被那个油腻的家伙盯上了。再瞅瞅他在剧里假装害羞的，俩人有说有笑，他就跟木头似的，不敢看对方眼睛，眼神飘得跟风筝似的，讲话的时候半天才能挤出一个字，好像自己在对着墙唠嗑。最重要的是，他的上唇翘得像个小山包，屏幕上看，一下子就能瞧见他那唇边的小鸡嘴。之前在北上的时候也碰到过这样的事儿，因为女主太受欢迎，白鹿当时就提议给她加个牙套，让角色更有意思。可没想到，没戴过牙套的朋友一上嘴就像在跟钢铁侠对抗，别提多别扭了。剧里的镜头一大堆都捕捉到他悄悄地用舌头在摆弄牙套，那模样就像是个撅着嘴的鸭子，说话时跟吞了个榴莲似的，听得人一头雾水。没想到这次一撇牙套，结果那牙还是那么抢眼，真是差劲的让人看不进去剧情。尤其是他那龅牙，把观众的目光都吸引到他上面去了。一旦给他来个正面照，立马看到那张撑不住的小嘴巴，眼睫毛就跟蚊子腿似的，还伴着个死板的眼神，真是一个字糟。再看看以前白鹿演的仙侠剧，比如《白月焚心》里的白硕，造型还是很带感的，而这部新剧里，他转世后就变成了个土鳖。刚一看那身衣服，跟男生的短裤似的，把身材衬得又矮又笨，绑在台上时，后面是影楼风，前面那个白鹿看起来身体比例就像分了5开一样。他泡在水里等人来救的时候，还摆出各种姿势，屁股撅得高高的，好像在红毯上当模特，真让人搞不懂他怎么会变成这么个样子。这剧做得烂透了，演员演得跟木头一样，观众看这种仙侠剧究竟是为了寻啥乐呢？之前瞅他演了那么多古装剧，
数量多的跟小虫子似的，但剧情都一个样。结果这回盼着他演个年代剧，大家心想他是不是要开窍了，开始研究演技了呢？结果最后还是走回了那个老套的古装剧，演技一点没进步，反而成了观众攻击的靶子。白鹿就是个非科班的小演员，能有这么多资源就已经是老天眷顾了，但他偏不努力提升演技，还在自己那小圈圈里转悠，观众迟早会看腻的，不会再给他买单了。到时候白鹿一个资源都没有，就算想哭也只能对着墙壁默默咕哝。